今天我们来聊聊买机票省钱的秘密。许多人一提到订机票，就深信一个观念，越早买越便宜。但事实真是如此吗？先讲一个真实案例，有位旅游达人郑先生计划一家4口出国度假，为了求安心，他提前大半年就把机票订好了。结果同行邻居姗姗来迟，出发前2个月才买票，没想到2家买的竟是同一航班、同一舱等，邻居的票价却硬生生比他便宜了一半。郑先生简直不敢相信，心想我这么早订，怎么反而比别人贵出整整3万块？他原以为提早订票万无一失，却没料到踩进了航空公司设下的陷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同班飞机上不同乘客的票价可以天差地远？难道买机票靠的是运气吗？还是有人偷偷掌握了省钱的门道？其实机票价格背后暗藏玄机，航空公司运用一套精密的收益管理策略来预测旅客行为，调整票价以获取最大利润。他们就像经营股市一样，盯着定位情况，随时让价格上下波动。为了区分商务客和休闲旅客，满足不同时段的需求，机票的定价并非一成不变，常常你前一天看的票价和今天再看就不同了。这不是错觉，而是航空公司刻意为之的动态定价策略在起作用。让我们揭开这个动态定价的面纱。航空公司通常将经济舱座位划分为许多定价等级，就算座位看起来一模一样，售价可能截然不同。一开始他们会释出少量诱饵价座位，也就是相对便宜的票，以吸引最敏感的旅客先下定。等这批便宜票卖掉后，系统就自动跳到下一个价格等级，票价提升。反之，如果某段时间订票人数低于预期，系统甚至可能悄悄降价，放出促销优惠来拉拢旅客。到了接近起飞日期，如果座位还有剩余，系统有时也会降价倾销，希望最后时刻捡到临时出游的乘客。整个过程如同跳探戈，时而涨价，时而跌价，目的只有一个，让每个座位都卖出最高可能的价格。因此同一航班才会出现有人买的超便宜，有人买的奇贵的情况。邻居能省下一半票钱，不是因为走了狗屎运，而可能是踩对了时间点。而郑先生提早大半年下定，反而中了航空公司的套路。正如一位资深空姐的比喻，买机票就像买菜，要挑对时辰，想捡便宜就得避开那些让票价暴涨的魔鬼时段，抓住航空公司不想让你知道的黄金时机。服务超过15年的资深座舱常佩珊就透露，买机票其实大有学问，需要策略而非单靠运气。他更警告说，有几个魔鬼时间点千万不要购票，否则价格可能贵上平时的3倍，让你白白多花冤枉钱。到底是哪4个时间如此可怕？接下来我们一一揭秘。第一个陷阱，时间定得太早，这点也许出乎很多人意料。大家都以为早订一定划算，但其实过早订票反而可能买贵。航空公司在航班刚开放预订时，通常会先推出一些早鸟优惠票吸引旅客，这听起来不错，可是问题在于那只是少数座位的价格。许多时候航班一开始的票价其实是基于预测定出的基准价，未必是全年最低。航空公司知道有一批人，例如重要商务旅客或非常有计划性的观光客，愿意提前很久确定行程，哪怕价格高也会买单。所以在离出发还有大半年时，他们反而没有强烈动机大降价，大多先以较稳定甚至偏高的价格试探市场。等到离出发还有2-3个月时，航空公司大概摸清该航班的需求走势，这时候才可能开始加码促销。如果你过早，例如提前6-7个月甚至更早就下定，反而可能错过中途出现的折扣潮。有经验的旅客或许发现过这种情况，本来早早查到一张机票要2万元，结果拖到出发前3个月再看，同一班机的促销价变成15000元。很多人会懊恼，早知道晚点买就好了。对，大多数航线的优惠票并不是在1年前就放出的，甚至有统计显示，国际航班的低价票通常集中出现在出发前18至29天之间，也就是大约前3到4周内。这推翻了许多人以为必须提前3到5个月锁定机票的迷思。
当然，如果碰上特定热门航线或重大假期，提前几个月还能买到刚开卖时的低价票，那算你幸运。但对一般航班而言，提早太多订票往往并非最经济明智。总之，别傻傻认为越早越好，太早下手反而可能让你错过后期出现的特价班机。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不是常听人说早鸟票吗？难道早鸟优惠不是真的？其实早鸟优惠有，但通常释出的座位和时间有限，而且主要针对一些刚开航的新路线或航空公司促销活动。一般常规航班每天都有飞的，那种早鸟票大多只是宣传词，未必比你稍晚一点买的价格便宜多少。有时早鸟票一抢而空，后面反倒开放了更多折扣座位，所以太早订票可能捡不到便宜，反而锁死了价格弹性。航空公司巴不得你越早买越好，因为你愿意提早很久所谓，通常表示对价格不敏感，他们当然乐于以较高的平均价格卖给你，这正是第一个不为人知的陷阱。第二个，昂贵时段、旅游旺季和重大节假日，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每逢春节、国庆连假、耶诞新年、暑假这些大家扎堆出游的高峰期，机票价格几乎铁定飙涨。有句戏言形容得好，周五的机票贵，得能买双 AJ 球鞋。意思是热门时段的机票贵到离谱，尤其在亚洲，农历春节前后，不但国际机票水涨船高，就连国内航线票价都翻倍。航空公司深谙供需之道，知道这些节日大家非飞不可，于是全面上调票价，也无需担心卖不出去。平时3-4千元的单程票，旺季动辄破万，还一位难求。像台北飞冲绳，平常淡季来回可能只要6000元，但每年樱花季、暑假档分分钟飙到15000甚至2万，足足贵上2-3倍。再比如大陆黄金周期间，北京、上海等热门航线全是天价，欧美的圣诞新年档期，跨大西洋航班价格几乎涨到平时2倍以上，也是常态。对这种全年固定的旅游旺季，真的没什么捡便宜撇步可言。如果你非得在这些时候出行，那建议能早就早。这是少数几种情况下，越早越便宜是成立的。因为旺季座位供不应求，越接近假期只会越贵，几乎不会有临时的大降价。但话说回来，旺季早早订到的也未必是便宜票，只能说提早锁定至少确保有位置。价格方面只能尽量避开更后面的暴涨。还有一种是航空公司有时会在淡季为促销旺季航班而提前大半年开卖特惠票，例如1月份就卖暑假的优惠票，但这种资讯你得非常留意航空公司公告才能抢到，不属于一般人随时买随时有的状况。总而言之，一到节假日和观光旺季，机票贵3倍都不稀奇。在这些时段，购票绝对是高风险行为，不是买不到，就是买了肉痛。航空公司才不会告诉你避开旺季再飞有多划算，他们只希望你乖乖在旺季掏腰包。所以，如果行程可以弹性安排，尽量错开高峰期吧，比如避开7、8月的热门路线，改在6月或9月出行，或将年假旅游挪到非连假周，避开人潮的同时，荷包也松快许多。第三个，高价陷阱。每周的出行高峰时段，除了年度的大旺季，其实一周之中也有便宜和昂贵的区别。相信不少人都有感觉，星期五下班后的航班特别贵，星期天晚上、星期一一大早的机票也很难便宜。这其实和商务差旅及通勤旅客的作息有关。周一清晨，各大机场涌现的是赶去外地开会的商务人士。周五晚上，许多人飞回家或赴约度周末。周日午后到晚间，又是大家结束周末假期返回工作所在地的高峰。这些时段航班需求极旺，票价自然水涨船高。航空公司深知周一早和周五晚坐满商务客，他们通常愿意为了行程方便支付较高票价，因此这些班机的折扣票极少，多半是全价或高价位的舱等。而周末期间，周五、周六也是大家有空上网订票、安排旅游的时候，订票的人多，系统侦测到该航线关注度上升，也可能同步调涨价格。反过来说，周中的航班往往比较便宜，尤其周二、周三、周四这几天，商务旅客少，观光客还在上班上课，
属于传统意义的淡日。根据多家机票比价网站的大数据分析，周二和周三的平均票价往往比其他日子低上一截。许多在旅行社工作的票务员也都知道这个规律，常会建议客人如果行程允许，就选在周二或周三出发或返回机票，能省下一大笔。同样一条航线，你改从周五飞改成周三飞，票价可能直接砍半。举例来说，一张周五出发的机票卖12000元，换成周三的航班可能只要6、7千元。有没有这么夸张？真有。而且不只是出发日，订票日也有讲究。这就要说到广为流传的周二定律。周二定律是旅游圈子里流传多年的一条经验。如果你想订到便宜票，最好选择在星期二下午到星期三凌晨这段时间下单。为什么呢？传闻过去，航空公司的收益管理部门常在每周一的营运结束后，评估上周的销售情况，然后在周二调整票价，释出新的促销优惠。因此，周二、周三时段，很多航线会冒出较低的票价，被视为每周的订票黄金窗口。一些老练的背包客就爱挑台湾时间，周二深夜或周三一早去刷机票网站，经常能捞到特价。但是且慢航空公司当然不会让规律永远被我们抓住。随着大数据时代来临，他们的手法也在不断改变。近期有一项有趣的研究推翻了传统观念。根据线上旅游巨头 Expedia 在2025年发布的数据分析，星期天反而成为订机票的最佳时机。报告指出，在周日下订，不论国内或国际航班，平均可省下约 17% 的费用。这大大颠覆了周二午夜最便宜的说法。为什么周日会变便宜？推测原因可能是周末休息日商务订票行为减少，很多休闲旅客还没开始规划，航空公司反而在周日悄悄祭出优惠，吸引提早计划假期的人，而周二的低价优势相对缩小。毕竟这些年大家都听说周二便宜，订票人反而集中跑去周二抢便宜票，航空公司也许就没有以前那么慷慨了。所以现在比较公允的说法是，避开周五、周六这种高假日，选择周中或周日订票较为划算。无论是周二、周三还是周日，其实都比周五、周六强得多。如果你不好记，就记得一个原则，大家都在订票的时候千万别订。当大部分人闲下来的时候，比如周末、下班后，就是订票高峰，价格往往较高。而在人们没空顾及旅游的时段，例如工作日白天，订票的人少，价格可能就相对优惠。我们可以善加利用这种供需错峰来捡便宜。第四个，冤枉钱时刻，临近出发才买票。这其实是第一点，太早订的对应面，太晚订也会让你荷包大出血。很多人抱着一丝幻想，觉得等到起飞前几天，航空公司卖不完座位，也许会大跳楼甩卖。那时候买票不是最便宜吗？理论上可能，但现实中真这么做的人10之8九吃大亏。因为除非遇到特殊情况，比如航班严重卖不出去，否则临近出发的票价几乎只涨不跌。前面提到，航空公司的票价在出发前会经历几道关卡，许多航线大约在起飞前21天、14天、7天左右，会各有一次调价节点。如果销售状况正常，这几个节点通常是往上调价，特别是最后一周，涨价几成定局。因为此时还没买票的人，多半是非买不可的刚需旅客，比如突然出差的商务人士，家里有急事的乘客等等。航空公司深知这些人的特性，越临时需求越强，对价格敏感度越低，所以他们会收走之前仅剩的折扣票，全部换成高价格舱等来卖。你可能亲身体验过，出发前几天再看机票，不是卖光就是只剩天价全票。有人开玩笑说，这时候订票连机场税都比机票便宜，意思就是票价高到几乎全是附加费。确实也有极少数例子证明临近出发捡便宜可行，比如某航班剩下大量空位，航空公司临时放出特价，以免座位浪费，可能真的让最后买票的人捡到超低价。但这种情况可遇不可求，而且多发生在观光航点的包机或廉价航空上。一般传统航空公司的固定航班很少会在临门一脚突然腰斩票价，因为这样做等于之前早买票的乘客都被得罪了，下次谁还敢早买？
航空公司宁可飞机有几个空位，也不愿培养乘客最后一刻等降价的习惯，所以千万别指望临时抱佛脚，大多数时候临近出发再买机票只会让你多付几倍的价钱，还可能买不到。尤其如果你的行程是固定的，那就更不要拖到最后一刻才订票。综合前面所说，超便宜或超贵的票价其实都有迹可循。避开了上述4大高价陷阱之后，我们终于要揭晓航空公司不想让你知道的黄金订票期到底是什么时候。答案其实已经浮现，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在适当的时机下定才能事半功倍。根据许多专家和业界人士的经验，出发前约6到8周左右是订票的黄金期，也就是大约1个半月到2个月之前。此时多数航空公司会对尚未售出的座位开始做第一次价格调整，释出不少优惠座位来刺激销量。这段时间订票通常能比头几个月的基准价便宜不少，又比临近起飞的高价安全得多。难怪不少常旅客都习惯把握起飞前2个月左右的窗口期，每天刷一刷价格，一有好的就立刻下手。另一方面，有些资深空服员则建议大约提前3周左右也是关键时刻。前面提到 Expedia 的新数据指出，许多国际航班的低价票集中在出发前18到29天内，也就是说，如果你错过了6到8周那波，下一个价格谷底可能出现在起飞前的1个月以内。所以也有人奉行21天法则，在起飞前3周左右关注票价。航空公司此时往往会再次释出预算型旅客专属的特价，让提早几周安排行程的人捡便宜。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再不买，到了2周内，价格通常就开始一路飙升。简而言之，黄金订票期可以理解为不早不晚，提早一点点，但不过头。例如，国际线大约提前1到2个月最佳，国内线因为航班密度高，临时需求少，通常提前2-3周订票也足够。当然，不同航线有差异，但掌握这个大原则，你就不会再像郑先生那样提早半年买贵，也不会临时抱头痛哭买不到便宜票。除了选对订票的周数，选对订票的星期和时段同样重要。我们刚刚讨论了星期几订票较优，简而言之，推荐周日或周2、周3去订，同时也别忘了关注一天之中的价格变化。不少精打细算的旅客分享过一个经验，半夜或清晨时分去查机票，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低价出现。为何凌晨时刻会比较便宜呢？原因有2。其一，许多航空公司的系统会在夜深人静时更新座位库存和价格。例如，每天晚上10点以后，航空公司可能会整理当日定位情况，把未付款取消的座位重新释出，把新的促销价加入系统。所以到午夜前后，正是新价格刷新的时候。这时候上网查看，你也许刚好捡到那些刚放出的优惠票。其二，半夜上网买机票的人最少，竞争小。订票网站的动态定价有个特点，当下有很多人查看同一航班时，价格往往会顺势调高。反之，没什么人关注时，系统可能呈现较低的价格来引诱你下单。所以深夜人们大多入睡，订票需求低，系统有更大概率爆出优惠价格。综合这2个因素，难怪有行家笑称，睡前刷一刷机票，说不定就有惊喜。当然，半夜订票也要注意，别太拖延。一旦看见低价就果断购买，因为优惠票可能转瞬即逝，隔个几小时再看就没了。接下来分享一些额外的省钱技巧，也是航空公司不太愿意乘客了解的小秘密。首先是前面稍稍提过的越查越贵现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疑惑，明明同一台电脑同一条航线，怎么查着查着票价变高了？这并不完全是你的错觉，也不是命运捉弄，而可能是网站透过技术手段在盯着你。订票网站和航空公司官方网站通常会在你搜寻航班时种下 cookies 网络小文件，记录你的查询习惯。如果系统发现，咦，这位旅客连着3天都在查下个月台北飞纽约的航班，而且每次停留好久，他就有理由判断你对这航班势在必行。于是下一次查询时，网站可能就不给你先前看到的低价了，而跳出较高的价格，意图制造紧迫感，再不买就更贵咯。
这种手法听起来有点黑暗，但的确有旅客亲身试验过，清除浏览记录或换一台没查过的设备查同一航班，结果看到的价钱更便宜。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同事不同人查同一班机，价格可能不同的原因。对付这种隐形涨价的小伎俩，我们可以采取2招：一是开启隐私浏览模式无痕模式，二是清除 cookies 再查询。无痕模式下，网站无法记录你的过往记录，每次查询都像新用户，有助于避免被差别待遇。另外，有些达人还会使用 VPN 虚拟私人网络更改 IP 位置，让订票网站以为你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上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有时同一航班在不同国家市场的售价真的不一样，航空公司会针对各地消费水平和竞争情况定价。比如对欧美市场卖高一点，对某些新兴市场为了抢客卖低一点。如果你能透过 VPN 伪装定位到票价较低的地区，就有机会看到较便宜的票价。不过这招需要不断尝试，而且有些网站会在付款时验出你信用卡的注册地，不一定每次都成功，但试一试无妨，说不定就捡到跨国价差的便宜。再来，善用比价和不同订票平台也是省钱关键之一。别只盯着一家航空公司的官网价格，看得广一点，荷包才能省很多。现在有许多机票比价平台，例如 Skyscanner、Kayak 等，可以一次搜寻多家航空公司的报价，一目了然哪家便宜。还有不少线上旅游代理，欧特有自己的优惠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跨国比价，有时候你在本地网站上看到的价格，换到另一个国家的订票网站看，可能出现惊喜。例如前面提到的旅客郑先生，事后才知道，他邻居之所以能买到半价票，是因为对方用了日本的网站订东京出发的连段优惠，把整段行程拆成2段买，硬是比台湾直购便宜许多。再有一个例子，世界新闻网曾报道过一位华人旅客的经历，他在美国查洛杉矶飞夏威夷的单程票要340美元，结果某天凌晨在搜，同一航班居然出现200美元的超低价。他点开一看，才发现是中国的机票代理网站在卖。他一开始担心买到假票，上网验证后发现票是真的，航空公司官网也查得到订单。事后分析，这应该是那些大型旅游网站的代理商为争取业绩，用接近成本的价钱抛售的团体票或代理票。可见资讯差就是钱，你懂得管道多一点，就可能省下一半价钱。不过话说回来，透过非本地或较小的平台订票也有风险，要尽量选择知名可靠的网站，至少万一发生问题有客服可以联系。有的便宜机票网站票价虽低，但连基本客服都没有，真出了状况，比如临时改期、航班取消，你会求助无门，那省下的钱可能还不够自己添麻烦的。还有一种省钱方式是利用里程或点数兑换机票，这虽然不属于订票时间技巧，但也是不少老飞客让机票变便宜的杀手锏。平时累积飞行里程或信用卡点数，关键时拿出来抵扣票价，等于变相降低成本。不过现在各大行的里程票越来越难兑，限制多，还有额外税金，使用前要精算价值，别为了省机票钱反而花了大笔年费或集点成本。讲了这么多，你可能会想，那有没有可能买到传说中的零元机票呢？有，理论上存在，但非常罕见。零元机票通常来自错误票价或促销噱头，例如航空公司电脑输入错价格，一张本该1万块的票误标为0元，只收税金，或者某航空推出周年庆活动，限时限量放出几张零元机票做宣传。这类好康如果抢到了，确实相当于几乎免费飞行。不过航空公司往往对此有所防范，如果是系统标错价，他们有时会以条款为由取消你的订单，毕竟合同上通常写着发现错误有权取消，所以如果有幸捡到 bug 票，建议立刻完成付款，并且尽快确认机位。很多达人在抢到这种票后，第一时间先去航空公司官网用定位代码查询，确定出票成功，再赶快把相关行程，比如饭店、假期敲定，同时尽早办理签证等手续，让行程成定局。因为越接近出发，
航空公司越不可能撤销错价票，他们怕公关风险嘛。所以时间站在你这边的话，就增加拿到便宜票的成功率。当然，这种0元机票一年到头也碰不上几回，不是常规能指望的方法，但了解一下无妨。万一网络上哪天疯传某航空错票，你就知道该怎么做来把便宜锁住。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也给大家打一剂强心针。很多人觉得机票价格变化莫测，买便宜全靠运气，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找出了其中的规律和对策。航空公司不想让你知道票价的秘密，因为乘客越聪明，他们就越难大赚你的钱。现在你已经掌握了如何避开那4个坑人的时间，懂得选在黄金订票期下手，再配合一些技巧来压低价格。这意味着下次你订票时再也不用忐忑会不会买贵了。你可以大胆运用这些知识，提早一点点，但不要过早；拖后一点点，但别拖到最后。能避开高峰就避开，该用的工具和策略别客气。当别的乘客还在傻傻多花3倍价钱时，你早已偷偷笑握着省下来的旅费，准备在目的地多吃一顿大餐，或者升级更好的酒店了。聪明买机票其实不只是省钱，更带来一种与航企斗智的畅快感。每当你捡到一张超值机票，那种成就感绝对不亚于旅行本身。希望今天的深入分享能让你看清机票定价的游戏规则，成为朋友眼中那位买机票超神的人。记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了航空公司的套路，再加上一点耐心和灵活，你就能轻松省下至少1半的机票钱。祝大家未来每一次订票都买得聪明，买得开心，用省下的钱去体验更多旅途的精彩。现在就开始计划你的下一趟旅程吧，别忘了运用今天学到的秘诀，让航空公司也对你无可奈何。开心出发。